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一航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伟汉，武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正在美国参访。那在访问过程当中，当他讲了2028这一仗，那这一仗非常重要，两岸市战适合非常重要。尤其特别提到，那在美国访问完以后呢，接下来就要回过头来，今年年底如果胜选，那接下来就要准备的是2028整个大选。然后媒体直接出来就是说，郑丽文松口。2028备战 ，OK， 好，那国民党文传会马上发一个新闻说，没有，那说的是2028，希望能够拿到执政权，没有说他个人。郑丽文真的在想2028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选战今年底的选战非常重要，双北看起来的话，蓝营绿营各自之间的交锋，现在绿营呢，不管是在新北或台北，似乎都对蒋万安跟李四川的财务，包括买房子或是所有的财务状况非常有兴趣。那蓝营这个地方呢，一样对于沈伯洋，包括在过程当中他讲的所有东西，人设上面，那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批评。好。但是这几天国内的焦点应该是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出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直指了一些的内容。你看到昨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峥，你看他上节目这么多次，大概很少看到他，大概可以算发飙了吧？因为他难以忍受，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怎么会有人这样？好，那吴峥昨天这样讲。那同时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时代力量直接要求黄国昌道歉，然后那个本书要下架。来，伟航。时代力量针对这件事，书里面讲了很多是，包括卓冠廷很没有办法忍受的是，为什么把他的太太洪慈庸那时候身体状况是如此，讲成这个样。然后吴峥他们讲到说，所有那些过程，他们把事情要还原，他讲了很多一些的部分，当然里面也有讲到昆城有讲到小英总统那个时代，然后包括不分区有没有要给多少，类似像这样，来。我好，从你这开始告诉我，这整个书里面对时代力量现在看到这本书，为什么要他道歉下架？好，这个昨天呐，这本书正式的出版了哈。那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录影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拿到这一本的原本啊，只有一些抽印本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简单看看，就说有一些错误啊，这个可以去讲。但是呢，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包括党部啦什么的，说哇，你一定要去弄一本来看里面真的在帮他打书，罄竹难书罄竹难书。对，那重点是这个因为晚上得知嘛，要去哪里生这本书呢？我今天早上送完小孩去上学，我还特别骑车去24小时开的书店套炸就进去拿了一本，回来一看这个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拍得到我折起来的部分全部都是被我们发现唬烂的部分我们就一页一页的翻，大概起头是太阳花，结束是在黄珊珊选举站台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内容跟我们时代力量内部的人的认知，不管是当时，因为其实我们换了蛮多人的，很多人离开了。现在的时代力量，老实说，在现职的党务干部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所以其他的都是小朋友，他们可能不见得有接触到这个历史，但是还在的人呢，基本上可以交叉印证。我们确定有很多块的部分跟我们的认知是不符合的。那当然，黄国昌在这本书里面，他的谈法都是第一人称，我那我们就把它当成，虽然有人说他可能是某媒体人或是作家帮他代笔的，但我们就先假设都是来自于他的亲口的证实。那其中有几个争点。第一个争点就是昨天吴峥非常激动的那个争点，就是他特别提到在时代力量的角度叫做劳基法修2啦那为什么我会认为修2呢？那民进党当时提出一例一休的版本，然后把7天假拿掉，时代力量坚持7天假不能废。那黄国昌决定采取的抗争模式是在前面的许多的那个来回的攻防都没办法的之后。他决定在2018年的1月7号、5号、6号、7号、8号去总统府前面静坐，就直接在那边。那当然事前没有申请入选，直接就在那边抗争。好，那当然警方有围拒嘛等等的，当天天然地动最后在1月8号早上被驱离。那当时谁驱离了呢？重点是柯文哲当时是柯文哲下令驱离，因为。柯文哲今天也证实我只记得我叫他早上7点录一定要通，好，所以柯文哲就把他驱离了。
好，可是，在书中的记录里面呢，黄国昌的回忆，在1月8号早上驱离的时候，4点左右驱离的时候呢，他醒来，赫然发现身边只剩下徐永明委员，其他的 Freddy 还有慈庸人不在了。好，黄国昌意在言外是这些已经背叛我了，提前离开了，只留下我在这边孤军奋战。他在前面的页数也描述到什么慈庸一直接电话，一直接电话。那左冠廷有说那是我打给他，我打给我太太是怎样？但是黄国昌的解读是，对了，没错，左冠廷是民进党，是民进党打给洪慈庸，可是那他先生啊。好，那重点就是在于说，当时这个洪慈庸因为小产的关系，所以身体状况非常的差，还在现场跟你黄国昌奉陪到最后一刻。结果在你黄国昌8年后的回忆里面，洪慈庸是落跑的。这对当事人来讲情何以堪？因为就我们时代力量认知大家对于法案的想法，支持自家版本这一点没有意见，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你是要用这么激烈的抗争形式吗？还是只需要进入到对话环节？比如说党团、立院党团、民进党立院党团无法沟通，我们去跟蔡英文沟通，比如说采取不同的形式，重点是让法案过嘛。重点不是成就我个人嘛。好，那当然了，黄国昌描述是这些人不在场，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是我们之前时代力量党团发出来的，这个可以算新闻稿，也算是脸书文章。那个时候的党主席是谁呢？就是黄国昌本人。其中他就有提到了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永明、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在4点17分被驱逐。所以在自己黄国昌当时发的新闻稿里面，我要强调，这是黄国昌当时发的新闻稿里面。5个委员有4个在场，可能有那个高路委员呢，因为身体关系一样也提前离场。好，结果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并没有参考当时自己的文字资料，他就直接发了说早上醒来只看到永林，意在言外就是这些人都变小绿 ，Freddy 变小绿，洪慈庸变小绿，已经离开远去了。听在当事人的耳中，这是情何以堪？更严重的一点是，昨天大家指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小草小虫仍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洗，说左冠廷你是吃人血馒头，那左冠廷听了一定更火啊！那是我老婆怎么说我吃人血馒头？你黄国昌来吃人血馒头吧？好，那这个主要会有这样子的争论，就是黄国昌到现在至少是我们录影的时间，他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做出具体的回应。所以像我们时代力量的立场都是说，当然涉及个人的部分不论。至少在时代力量作为一个延续主体，我们的诉求是：第一，你应该去更正，你应该亲自出来说当时的现实、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如果做不到的话，你这个书是不是要下架？至少它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嘛。当然，是否提出什么法律相关的告诉等等，那可能左冠廷那边可能会更适合，因为是指涉他们的家人嘛。我们时代力量现在时代力量只是一个延续的主体，但是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可能。跟他印象不合的地方，还有其他另外一块。那等一下看大家要不要讨论，就特别是关于审发会那一段，他刻意的讲述审发会好像一个黑道一样，当初要他说你这个戏子你不能来选怎么样就我们认知即使是时代力量也都认知你那戏子那一席黄国昌叫协调，我们全党都知道那叫礼让，那太明显是礼让了。那黄国昌。后来也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叫做被罢免。还是毛家庆去罢免他的，虽然他们现在2个是麻吉好，黄国昌被罢免一段，在书中完全没有。为什么？如果带到这一段的话，审发会的角色都出来，因为审发会在最后一刻有去救黄国昌。你书里面把人讲得像黑道一样，来那边威胁你，开堂问案一样，但是人家最后在你快要被罢免的时候出来力挺你，叫他不要去投罢免的同意票。所以说的难听一点黄国昌这本书可能是基于他个人认知的自我的史观，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大家交换的意见就是看过这一本书的，过去曾经是太阳花黄国昌的同伴的，还有时代力量同伴的，甚至包括部分民众党的人，都共同的有一个感觉就是。目中无人，就是黄国昌的眼中根本没有其他人的存在，都是我。
他把他想看到的东西当成事实记下来，也就成就了这一本书。好，那柯文哲被问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让观众们先看一下，好不好？来。我跟你讲，今天主角不是我，你们要干什么？来，我跟你讲，不要在马路上画红线的，不要害我。当时实力在抗争的时候，您好像还是台北市长，那是不是有下令要驱赶？第一点哦，那个书我昨天才拿到，你看还没有时间仔细看，所以细节我不知道。第二点，这个我有印象啊，当年好像是到礼拜一早上7点的时候总统府前面那个交通要恢复嘛，所以当时我好像是。跟警察局有说7点道路要通，然后就这样。看，我跟你讲哦，这个一样嘛哦，这个细节我不知道，我也还没看到，书还没看呢，所以这问这个问我没有用。好，那柯文哲还没有看到这一段，那观众朋友让你看一下这一段是怎么讲的。这本书这里面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地方啦，一个是他提到刚才我常讲劳基法这一段，大概凌晨4点左右，我也许是累了，闭目养神一会儿，当我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身边空了 ，Freddy 不见了，洪慈庸不见了，高路也不见了，有人传话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有人则是一声不响的消失，结束 ，OK。卓冠廷听到这一段，你可以想象，其实这8年来大概很少有人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人家的健康不要多讨论；第二个，尤其是像你说小产这些事情，那一般来讲，那一定心里会痛，更不愿意提。但是既然有人提了，那卓冠廷就说这件事，他说当天清晨4点，警方开始清场，洪慈庸在现场坚持以后才被劝离。黄国昌的闭目养神，是把良心都闭起来了吗？这8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对外提过的是。当时太太刚经历流产，身体状况非常不稳，却被描绘成背叛黄国昌、独自淋雨的叛徒，居然有脸将这件事拿出来扭曲为自己贴金的勋章。卓冠廷特别还强调说，黄国昌，你知道他当时小产，你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最后选择要这个样讲？那据媒体报道，台北地方地检署不起诉处分书107年度侦至5663号明确记载，警方在1月8号凌晨4点18分进行第7次举牌清场。当时被列为带头的共有黄国昌、洪慈庸、林长佐、徐永明4个人。检方的白纸黑字，明确否定黄国昌凌晨4点消失，只剩我跟徐永明的说法。那伟航刚拿了黄国昌当时的脸书上面的一些文字，但这所有的一路下来，小雨，这些人都在哦。这件事情是离现在你算一算时间，大概不过是可能还不到10年左右，还不到。这些事情拿出来，我只想问黄国昌写这本书对他对民众党到底好处在哪里？然后写完了以后引起这么大一些的纷扰，但是你会发现，像卓冠廷，一个做老公的看到太太被这样，我可以想象卓冠廷他会是这样的一些的反应。但是这个反应即便是这样，你会看到刚刚讲说人血馒头的，还有人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想法，说这么私密的事卓冠廷怎么会知道？他是她老公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只是这个事情被大大的拿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大大的拿出来，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些？就这些人啊，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我跑北市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共同的名言是说，我们只是老了，但是我们没有死了，好不好？我们不是死了，所以他写这些事情确实都还在这个十年之内嘛，所以大家都是见证这件事情啊。那你刚刚问说他为什么要在这些出这个书，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的疑问嘛，因为通常政治人物出书都是为了选举，对，要选对，刚刚有讲柯文哲他出了什么白色力量几本书嘛，就是为了选举，每逢市长就出一本，要选市长就出一本嘛。那所以就是说，你黄国昌本来大家以为你这个是要为新北市长，可是后来你也没有选。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真心的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关灯之前呢，民众党要泡沫化之前，他再收割一波这个小草小葱？因为他这本书不便宜这本书如果没有打折的话，一本是480块480块，而且你要看，今天我有跟伟航老师借来看，它的里面的那个字啊，你连买都不愿意买。他不是说今天才刚上架，刚上，是。他的那个字幅很宽，天地很宽啊，然后那个字啊，对，所以你说他那个篇幅，哇，他这样一本书要480块，我就觉得说你那个是不是要割到这个最后1分1秒嘛？那还有创下几个记录啦。第一个就是说，很少政治人物你从那个书皮封皮就开始被人家骂。
为什么？他这个封皮有什么？他封皮上面写黄国昌著啊，光芹姐不是一开始就骂他嘛，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你写的啊。哎，有一个人从封皮就开始被他骂，从第一页可以大家开始剪，然后还有他这个包括同学也出来骂，他不是同学，他不是像里面有写说弃医从法嘛，不是大家都觉得你是唬烂吗？大家都知道文主怎么可能弃医从法？好，同学骂你，前同僚骂你，有参与历史事件的人骂你，然后记者也骂你，然后然后包括这个对手也会骂你。但小草挺他。或小聪挺他，所以这本书它可以割到的，就是大概就割到这些人嘛。好，那回过头来，我稍微补充几个啦，就是说昨天那个吴峥讲的那么激动，我有全程看了哈。那他当然一开始他有讲说，你们要去冲撞总统府这件事情是没有民主的程序嘛。他说他们一来啊，原来这个徐永明跟黄国昌两个人都已经决定好了，甚至徐永明还直接带铁链来，要先锁议会，然后再冲凯达格兰大道嘛，对不对？哈，所以他说好，即便你没有民主程序，但是因为你是党主席哦，所以就是大家就跟着你去。那但是他们不能忍受是后面刚刚讲的这一段嘛，哦，就说明明大家都有淋雨啊，陪着你啊，在那边静坐啊，哈，你看哦，这个是一开始还没有下雨的，但是后来是寒流来嘛，越做越冷，还有下雨嘛，大家都陪你静坐啊，甚至刚刚有讲到那个连警察局的那个新闻稿哦，都有写到说那个徐永明是在强势警力包围之下把他赶到他就上了救护车。那洪慈庸是女警包围着他，但是洪慈庸就是坚持不上救护车。他后来是在林长佐的陪伴之下去台大医院看，哦，这一段通通都有。那就代表说大家其实到8号都还是陪你到最后一刻。那并没有像你讲的啊怎么全部，而且我觉得他在书里面似乎有影射到说这些人就是变成了小绿，然后就是要被那个蔡英文给摸头。我觉得大家不能忍受是，就是说你后面还有试图要影射。你如果要讲到这一段，那就要把前面这个一并念下来。这个等一下坤城也可以讲。前面这一段是他提到蔡英文再大的诱惑，他秒想都没想过。是这边讲2015年，蔡英文透过管道邀请那个黄昌到他位于敦化南路的家中见面。蔡英文说你们不要阻挡，不要搞第三势力。他看着我，语气平静但坚定。但像是在谈一笔理性的政治交易，坤城，理性的政治交易，民进党给你们不分区立委，他身为党主席，手上握有5席指定不分区的权利，他承诺的不只是1席哦，而是让我们这群核心人物直接进入体制，拥有立委的头衔跟权利，但我连1秒钟都没有考虑，当场拒绝。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比较于另外那些人，你们到最后是不是变成小绿了？但是显然他从头到尾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事情。这个又有一个要跳出来骂他，那个人叫谁？那个人叫姚人多。因为当时这个很多人都听过这件事情，因为姚人多他也是会讲嘛，因为他也是见证人之一嘛。当时蔡英文确实有觉得说这一例一休的部分哦，是不是要找？因为他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他是小英男孩嘛，所以就要找这个姚人多特别亲自去载了黄国昌到他所说的这个地方去见面嘛。哈，那就姚人多他也有说，因为他有说过这一段哈。他说当时呢，这个蔡英文小英总统听到了黄国昌在讲这几个过程当中，那他可能也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法可以再讨论一下，所以他当场要拿起电话来要打给段宜康。结果后来黄国昌跟他讲打给总召了，打给总召。然后后来黄国昌就当着蔡英文的面就跟他讲说，就说总统，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还特别阻止他说叫他就不用打了。对，姚人多在那边见证，姚人多也还在啊。那姚人多见证是说当时蔡英文要打电话给总召，觉得说这个法案可以再讨论一下，是黄国昌你阻止他，还很贴心的说总统我知道你的难处，然后就把他电话就是说你不用打这个电话。结果后来你现在又在倒打一把，那坦白讲你不是。我是觉得说，那对于这些还在的这些人来讲，那你不是整本书都是谎话连篇吗？那另外啦哈，还有几个点啦哈，还有一个点是说他在书里面有特别也是讲到说这个蔡英文要摸头这件事情啊，他就说他说他常常跟蔡英文还私下见面他说有一次呢，蔡英文把他找去，然后还跟他讲说呢那如果柯建铭呢要选立法院院长那你们支持他好吗？然后那个黄国昌就秒速回答说不可能，就跟他说不可能因为他前面有描述到说他们那个邱显智要选新竹的一些恩怨这就不赘述。然后后来蔡英文又再问他说，那如果是苏家全可以吗？可以支持吗？那他说苏家全那你要叫他来我们这边在10大力量党团报告国会改革。他说呢要报告国会改革，那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苏家全可以吗？可以支持吗？那他说苏家全哦，那你要叫他来我们这边，在时代力量党团报告国会改革。他说呢，要报告国会改革，那我们再来看看。我想说立马看拜托，如果大家去查。黄国昌这个是第9届的那个立委哈，第9届立委呢其实也不要说第9届啦，只要小英执政的任内啦，民进党都是绝对多数啦，一个68席，一个64席啦，我就跟你拜托一下，他68席耶，你国民党当时才35席耶，国民党加在时代力量加上亲民党加上无党籍，你牙卡牙就立马没赢啊！蔡英文要任命哪一个，要找谁来当立法院院长，需要通过你的同意哦，还不得拜托还要柯建铭，还要苏家全要去你时代力量党团跟你报告。还要你同意，然后他才可以过关。我想说你也够了吧，对不对？68席，我觉得说你光是这一点，不是就胡乱到一个极点吗？好了，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也讲到绿白合这件事情啦，哈。这本书呢，这个是在不管第几页啦，反正就是他的书啦。他就讲说柯文哲被关1年出来之后，直到现在他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他还问说。赖清德为什么这么笨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找他干嘛呢？如果他来找我我们就可以合作啊。那民进党现在执政就会很舒服，那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立法院长啦当时传出立法院长就是要找游锡堃，副院长找黄珊珊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赖清德去找柯文哲的话，那民进党在国会就可以拥有稳定的多数赖清德执政之路就会相对平坦许多。为什么突然讲这件事？那我问你。今天他白纸黑字写在他书里面，那你民众党要不要道歉？当时不是有讲到说什么那个这个有什么人穿梭啦，对不对那这个民众党还说什么赖清德找他希望这个民众党可以答应这个条件。那我就问今天这个柯文哲都已经讲了，还在那边怀疑说，赖清德为什么那么笨他怎么不来找我？那你民众党要不要为这件事情现在出来道歉呢？不过现在看起来，坤城政治交易这几个字，如果照这样来看起来的话，所以在过程当中。民党政府是一直不断的跟黄国昌在想办法要做这样的一些的政治交易。就按照刚刚伟航兄把这本书折起来的部分这么厚，基本上我也是对于黄国昌在书里面讲的蔡英文这些话，我也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蔡英文他不可能去买了这本书，然后也把他这个乱七八糟随便乱讲这些东西把它折起来嘛，因为蔡英文不会当场或是说用脸书来反驳他，所以他就是可以随便讲啊。他是可以随便讲，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自白。他认为说蔡英文找他去，就是在做一个政治上面的交易，然后他拒绝了。那其实武哥这后面那一段你没有念到，我来念。他说呢，他为什么拒绝？因为呢，他不愿意呢成为大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哪怕那颗螺丝钉呢是黄金打造的，那是拒绝让民进党高层觉得我不是台举。说出来，他就是不愿意成为民进党里面的一颗螺丝钉。他在权力之前，他有勇气说 no， 说 no， 这也是他自己讲的啊。对，他自己讲的啊。好，那这一段我不清楚因为他自己讲的。但是呢，他这个后来2016年他选汐止区那边的立委，民进党有没有礼让？有啊，民进党有礼让啊，沈发会就礼让了嘛。蔡英文有没有去支持他？有啊。赖清德有没有跟他一起上战车，然后跟他这个逛这一个这个市场啊，或者是说这个街头扫街拜票？有没有？有啊。蔡英文、赖清德，所有民进党都来支持黄国昌，因为认为说黄国昌那时候算是台派的，所以我们愿意支持黄国昌，礼让的那个选区给黄国昌。那所以他虽然他书里面虽然说他拒绝了什么蔡英文的这个政治交易，可是他后来都得到民进党的协助啊，得到民进党的协助才有办法当选汐止区的立委。后来汐止区的立委做一做，做到要被人家罢免了，也是民进党来帮他啊，民进党帮他让他没有被罢免掉啊。好啊，那所以现在就全部都怪民进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那如果他他认为说他不应该在权力面前低头他要做一个这个等于是第三势力的制衡的小党，那为什么跑到民众党这边之后，变成跟国民党合成这样子啊？就完全没有一个第三政党的一个自主性啊。那如果他真的是觉得说我要当一个这个自主性的这个第三的小党这个民进党我要拒绝。那国民党也应该要拒绝啊。那为什么国民党就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在国民党面前，在傅昆萁面前，就跟他的这一个小弟一样。然后呢，在整个立法院的运作里面，白的就变成蓝的一部分啊。我们讲说小白就变成这个蓝，就变成小蓝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黄国昌是一个
就是说他的价值判断上面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就是说他在民进党这边说，他就觉得啊，我要拒绝民进党，民进党这样之后，这个政治交易后，我的拒绝这个魔鬼的诱惑，可是国民党给你的诱惑没有啊，那一路就栽进去了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他这价值判断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书里面很多胡扯的事情，刚才伟航也讲很多了。那尤其冠廷在讲到他带了持用那一段，这其实那时候的影片都找得出来嘛。那时候的影片就找得出来，就是1月8号凌晨的4点，这大家一起被驱离啦，就包含慈庸嘛，也包含 Freddy 啊。那为什么你可以说你闭目养神之后起来发现说人都不见了？那今天陈志涵还刻意去剪了一个影片，应该是民众党啦，还刻意剪一个那个空荡荡的影片，就说你看真的就没人啊，什么什么的。我想说是驱离完了吗？就是驱离完了嘛，不是时间点很重要。对啊，没有，我补充一下，其实 Freddy 确实没有被驱离啦，他是自行离开的。所以我刚刚讲他那段文里面讲说，有人传话说去医院，然后有人是医生不想去消失，你去用3句法也知道他讲的大概是谁。对，因为。高露跟慈庸在那段期间身体好像都不太舒服。OK， 但是我那几天下雨，对啊，还下雨嘛，很冷，一直淋雨，而且很冷。前提是黄国昌知道这件事情，是吗？对，黄国昌知道。冠廷要问的就是这句话。对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说，好像是他就跑掉了，不见了，然后就跑去医院了，没有留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抗争。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了？我觉得真正生气的，让冠廷生气就是这一段，你明明知道。慈庸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讲的一副说没有，他就是没有在我们旁边。他明明在这几天就是陪在大家的旁边这一个淋着雨，然后冒着这个低温的天气，身体又不好。那结果你可以说你这个闭目养神起来之后，发现说人都不见了。他其实之前我不知道在书里面应该是有揭露吧，就是说他之前就是要在议场里面要递议程，然后这个早上很早就去排队了，4点就排队了。那为什么3点半民进党要先到？他那时候也怀疑说有人泄露这个消息给这个民进党，所以说他就说后来我就不把这个他拿几点要去这个议场去排队这件事情，在这个党团的群组里面讲了。其实他那时候就开始在分了啦，就是说这个反正没有跟我这一个在一起的这些人呢就是民进党的人就是支持蔡英文的这些人，他其实那时候就是党里面那些路线之争了，就把 Freddy 跟慈庸那时候就排挤出去了。OK， 不过秦姐看起来的话，这整个我不知道洪章现在是不是要形塑独孤求败的那种感觉，就是放眼四处，然后就是到处去想办法用这本书，因为今年要打仗，打仗都希望说能够聚集越多的人气越好。现在蓝白合，蓝白合之下，您自己觉得这样的蓝白合，黄章这本书再出来，然后民众党最近当然也有一些的状况一些的纷扰。对你们来说，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好，黄国昌跟柯文哲以前都跟民进党非常好，现在呢都跟他们绝对是撕破脸，然后2个人又绑在一起那黄国昌在这个时候出这个书我觉得说一般政治人物出书。他为了怕人家说你乱讲，或者是说失真，他一定先要去收集很多资料。对啊，其实现在要找资料很容易嘛，一般政治人物出书。他为了怕人家说你乱讲，或者是说失真，他一定先要去收集很多资料。对啊，其实现在要找资料很容易嘛，你把那些简报网络上查都可以查得出来那所以一般我们要做一个很严谨的回忆录，你一定先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出来、罗列出来，然后再去筛选，重新读一遍，再去筛选，然后写大纲。写大纲，然后再说我第1章怎么写，第2章怎么写那你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写也可以，你用很抒情的方式写也可以总而言之，你要写一本书，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要凸显我自己多么的好，多么的了不起，在这个时代我做了哪些伟大的事情，而且我对抗了什么样子的这个权威然后我为什么跟民进党决裂我为什么离开这个时代力量，他要把这些历史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它说清楚，讲明白，让大家支持我、同情我。那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那个书能够畅销，拿到更多的版税嘛。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出书或者公众人物出书，他一定有名有利，有用这本书来定位自己的历史或者用这本书来打
打一些这个政治的对手或者是爆料或者讲一些秘辛，有这样的目的。我觉得黄国昌出这本书应该也是有此存心黄国昌他敢出这个书，以他的聪明，以他出这个书的目的，他其实把这个结果都算计好了。包括今天大家对他的这个批评那大家骂他一顿以后，他可能后面会再来澄清。那立刻黄国昌本身他的声量他在这个台湾的政坛地位就好像所有的聚光灯都照着他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OK， 就算你们说要去告他，要让这些资料下架，我觉得他至少帮民众党创造了声量，帮黄国昌创造了声量，帮这一次的选战创造了一些话题，也让他自己在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些美美嘎嘎当中，大家觉得黄国昌是孤勇者，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们怎么骂他，黄国昌这本书引起的波澜，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他是成功的。你不要讲说这些政治人物都还在，我们今天现场的资深媒体人，平心而论，我们现场请的媒体人。在国内应该都是以包括资料收集丰富，包括所有的论述上丰富著称。随便问一问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暐瀚姚明，大家都经历过那一段。暐瀚，我问一下，如果照情节讲，黄国昌应该是故意写这些的吧？包括这些内容，你们骂我就是要这样写。晴姐说他后面会不会出来澄清？他会出来澄清吗？还是他会出来要就直？因为明天他什么新书要不要发表会什么，他就直接出来跟你对干。这些内容，暐瀚你看是错的，坤城你看是错的，黄国昌是故意要这样写的吗？我现在对于就是到底书是不是他本人写这件事情，我会有一点存疑。为什么？因为观众朋友刚刚已经爬出了很多的基本细节，不要讲小玉讲的那个政治逻辑。当民进党都在立法院过半60几席的时候，增加友军那是一定的，但是非你不可。不然我就没过半。那个逻辑，你不要拿现在去看之前啊，这跟2024那这不一样嘛，对啊，不一样。所以增加了5席当然很好，对不对？以后就变所谓我们讲看筹产的变小绿，当然好，时代力量。可问题是你当时没有时代力量，民进党就寸步难行的那个逻辑是完全错的。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就不要涉及个人，但我就讲一件事情，这个网络上面都找得到的一个照片嘛，就在驱离的时候，洪慈庸明明是在的，虽然他不是被台离的，可是既然他当时在这个警方4点17分凌晨驱离的时候，人都在场。我要倒回来看了，我们要出一本书，不要讲书啦。我每天写文章，只要有错字，网友都会在那边给我纠错，一个字写错了，对不对？何况你要出一本书以后，难道不用校稿吗？那如果你今天写了，然后校稿了，也发现说你写的那一段说身边人东不见了，马上会被当事人。而且说实在的，分手不出恶言的原因是什么？就我们曾经在一起，可是以后不在一起了，以后我不出恶言，以后大家也不用再去扯过去的事情。可是也把它写进来。现在目前包含洪慈庸跟卓冠廷跟黄国昌，一定是政治立场已经南辕北辙。当然，但你既然要讲到对方，你又立刻会被挑战的事情，你还敢写？然后你校稿之后的结果是过不了关的话，这怎么会加分呢？这个只能让黄国昌现在目前还能够相信他讲话的同温层，又或者说现在的狂草会买单。连一般可能对民众党有好感，但是也看过那段过去的人，他会质疑说，所以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这明明就在啊。即使你跟他当时可能 Freddie 跟洪慈庸是属于跟民进党走比较近，你不要了，但你说他不在这个基础是错的，然后你把它写进去，你把它印出来，也没校稿，然后现在被质疑了以后，今天经过黄商有发文啊，他今天讲64嘛，对啊，下面其实我看到都在讲说历史不能磨灭，那你书里面的东西要不要先交代一下？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本书因为我也不觉得他会成为蓝白的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所以这个出书的计划跟选举有没有关？我倒是觉得可能你根本也不会是候选人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你要把这些政治人物在过往的一些没有上台面的秘辛要写出来，这个其实是讨论度很高的，因为当事人都还在，有人可能大家会来各说各话。可是你把当时驱离的时候，我就讲这么简单一件事嘛，你说柯文哲去，他市长他一定要驱离的啊，这个会把他引到说你现在好兄弟，当时他赶你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的书已经很明确讲，你被你的同志给背叛，讲难听点背叛，对，就说我们离开了，好，那我醒过来我要被驱离了，想不到我的同志都不在了，一张照片就打死了，人家当时还在，人家当时还在，为什么你书写不在？这个东西后续我觉得只会让大家质疑说，那这样子这个主席讲的话是不是以后要打个折扣 ？OK， 杨明，政治人物人设很重要吧？
这整件事情好，现在已经有很多，当然你说是不管是绿营的支持者或是绿营的人会来讲说，黄昌你从一路上你从实力到了民众党，哎，你以后会不会还到国民党去了？你又要关灯了吗？要什么这些？但是对黄昌来讲，他的想法一定跟这不一样。只是那个人设，如果透过这本书要去传达的很多，包括跟权力说 no， 跟威权说 no， 包括所有的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这些，这是很容易就被大家知道到底事实是什么的时候，对他的人设有什么帮助吗？对这场年底的仗或黄国昌未来的政治路有什么帮助吗？他出这本书，如果是为了选新北市长的话，这时机点也过了嘛？是啊，对不对？那就不要出了。对，他也不能不出。都写好了，如果本来准备好，搞不好他那时候想说，哎，如果我出现了，我真的得要有一本书。但我觉得里面就我们分2个区块，一个叫做历史事实的部分，如果他有写错，或者说容易被人误解，我会建议啊，就是说他应该，因为他到目前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回应，他应该要有一个正式的回应，比如说我确实记错了，或者说怎么样。因为这个事件，我那个时候是在立法院采访，他们那个时候礼拜5这是区里是礼拜1清晨，前一个礼拜5。他们下午利用那时候原本是国民党在议场占领，后来国民党准备撤，他们就冲上去带着这个什么大锁，对，自球，那时候我全程都在现场，好吗？看着他们自球，然后再看到林志嘉拿着那个油压剪一个一个破坏，然后就把他们就全部把他们赶出来了，然后他们就一路走到总统府，那时候晚上我也去总统府陪他们，大概也没有很久啦，因为我是周刊，那时候在周刊，我不需要一直在待在那边，但是我是亲身在那个采访现场。看到这些过程的，那事后其实我们也都有聊一些那个他们确实实力在后来有一些路线的纷争，都是在那一波的抗争之后开始变得比较台面化。那当然这个事件我觉得黄国昌主席有责任啦。就是说，如果你写的比较模糊，你这本书里面写的模糊的部分，应该你可以讲一下，我改版的时候，我可以先做一个声明，然后改版的时候去做一些更正。你觉得他会这样做吗？不会。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物，因为里面你这样写的方法，好像一副这个洪慈庸不在，皋路不在，然后这个林昶佐不在，都不在，只有你跟徐永明。那问题是历史确实不是这样的，事实确实不是这样。就如果你写的不够精，你可以括号。附一篇当时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就算他是自己走离的，那你可以说我的视角我没有看到他在我旁边，你总不能叫洪慈庸睡在他旁边吧，对不对？就算是今天在那边，他们那个也是分不同的帐篷嘛，所以我说今天你可以把这个事件讲清楚。你可以说我的视角我没有看到他在我旁边，你总不能叫洪慈庸睡在他旁边吧，对不对？就算是今天在那边，他们那个也是分不同的帐篷嘛，所以我说今天你可以把这个事件讲清楚，不要为了我说穿了一本书，为了一页，然后呢搞到你整个公信力都毁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划不来。那至于民众党一堆人现在已经开始去讲说什么，好啊，说是卓冠廷你把那个什么洪慈庸流产的证明拿出，我说天哪，民众党的朋友们，你们真的要这样吗？对啊，人家把小产的那种事情揭露出来，其实已经那是他们心里面的痛。是啊，后来有小朋友，对，所以我觉得，政治不要泯灭人性，不要到为了凹而凹。我觉得这是我对民众党的朋友们，就是国昌主席有责任出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写得够清楚。那如果有需要更正修改，书都可以改版啊！我相信以黄国昌的这个能量，不可能只卖一个版，不可能出版就卖不出去了，一定可以2刷3刷，对不对？他的那个书可能会从这么多，然后变成这么厚，因为要全部都拿掉了。我说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些修正了。好，我要简单可不可以回应这一段？就是你现在看民众党有当时就实力。发生这些事情，甚或有人讲说，当然实力后来包括委员的人数也少，然后有人用示威来形容了。就是你现在看民众党有当时现在你看有当时实力的这种既视感吗？好，刚刚我们讨论的有蛮多是对于事实的认知部分嘛，因为有些客观事实照片都拍了，这事实部分集中在什么？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部分啊，大家会去争论到时有没有电话人有没有在。可是黄国昌在这一本《国昌福音》里面呢，第232页的地方，他提的是国民党。黄国昌一定会有一个路线争议。你是说，那个小绿，人家说你不是小蓝吗？他一定会有怎么去诠释他变到国民党那边的问题。
所以在他福音书的223页这边提到了，民进党没有变，反而是中国国民党因为我们就是民众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被影响、被改变了。所以不是黄国昌变小蓝，是国民党变小白。这青年一定反对的啊！小白，有青年是吗？我还讲再变也要变成大白，怎么变小白啊？还没有完，他的福音还没完，在第6行的部分。我必须说，国民党的新生代跟国民党的老一代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区隔了老一代的国民党和新一代的国民党。他跟新一代的国民党很好，特别肯定了在几页233页林佩祥委员能文能武，能打又有谈吐肯定的点非常特别。好，这个是国民党的部分，显然他想要制造一个空间，他对国民党谈的相对保守。可是民众党呢，大家一定会说，你跟柯文哲是怎么样认识的？哇，他一开始是提到他跟柯文哲在这个因为家里的家属的关系有去急诊室，接下来噗就直接跳到柯文哲选举啊，柯文哲第一次选市长，我不认同柯文哲，然后呢，最后面就直接跳到柯文哲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加入民众党。一跳就跳10年，这个跨度很大，跟我们实力自己认知的他跟柯文哲的互动，以及他跑去帮黄珊珊的助选的部分跳掉很多。显然他也认为这可能有一些不方便讲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不方便会不会变成民众党的内爆点？因为他又开始藏了嘛。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公开，公开的话可能会伤到谁，所以他也知道这会有伤。所以你要讲说，刚刚5哥也提到了，民众党真的会有真正伤害，就是柯文哲、黄国昌终于撕破脸。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他跟柯文哲签协议都很愉快，两个人各吃一个便当什么的。可是那些不愉快的部分呢，就时代力量我们这边的认知，他在某一个时间点曾经跟柯文哲谈过副市长的问题。他在这书中完全没带到，接下来会不会成为民众党内爆的引爆点？如果双方终须一战的 ，OK， 这件事哈，那看接下来黄国昌的书如果正式出书，那各方看完所有的里面，对国内的政坛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争议？好，但除了这个以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现在正在美国侨胞在访问，那访问大家会观察的是，第一个，那最后访问的层级可以高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最起码在侨宴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媒体上所铺陈出来的。似乎是非常成功的这一块，尤其是讲到2028这一段，让你听一下原文。来，我希望完成美国之旅之后，回到台湾，就要开始展开年底选举的全面的选战的统一。今年年底大选胜选了之后，马上就要开打2028年的政权争夺战。我们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我们一定会成功，对不对？在美国的各位，拜托各位了，谢谢各位，让我们一起努力，感谢大家。小雨，这算松口了吗？因为这是从《世界日报》那直接标就讲，因为我今天一看到这个时候。我相信各位看到跟我的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是吗？赶快点进去看，算是松口了吗？还是他是刻意讲的比较模糊隐晦一点，让你们大家写那样子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就可以，国民党文传会马上就出来跟你讲，没有，主席不是讲个人哦，他讲的是整体，希望能够拿回执政权。那个标题是写说郑丽文冒号2028要投入回国后投入2028选战。对你这个就是两面解读嘛他对国民党来讲对啊，我的主席回来是这个要投入2028的选战，可是大家也会觉得说，那你是你自己个人嘛好了，那所以刚刚他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前后逻辑听起来就是说他年底确实是要回来，是要就是先打完地方选战，然后要拼这个总统选战。地方选战这年底胜选以后，然后接下来那2028要那政权总统选战啦好那。可是我必须讲啊，就是说，他应该 focus 还是在县市长大选吧，因为你县市长大选，如果说，你丢掉了，比如说新北市彰化，难道你的这个党主席还会不会被逼宫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先担心的是2026了哈。好，那回过头来，我必须讲哈，就说今天很多的那个记者啊，我都开始讲说，他真的就是很强度最强的一次，就是距离，就是说他
到底要不要选2028这一次，算是他的强度最强的这一次啦哈，因为很多的标题都会写说他要投入2028选战。那所以你看嘛，他不管是郑丽文或是国民党哈，看起来郑丽文是蛮紧张的啦。所以他到波士顿，他一下飞机，记者问他，马上就问这一题，他马上就说没有，然后马上就去指示文传会，文传会这次没有去嘛，就马上这个国内文传会就赶快发新闻稿，还要澄清，郑重澄清，还要叫媒体赶快去大家来改标题，这样哇，看起来他是非常慎重其事。可是你看，在媒体上，包括连李乾荣也讲，所有侨胞接待的那个状况，爆桌成那个样，然后本来应该的桌数大概爆了，大概多到后来60桌左右，45变60嘛。那你整个爆桌成那个样，侨胞还有人出私人飞机，然后让你接送，然后包括他自己都讲说。如果要没有郑习慧以前，他可能是个阳春党主席。现在有郑习慧啦，侨胞又这么热烈的拥护，那2028这一仗为什么我不行啊？对啊，所以他不跟黄国昌搭档，不就可惜了吗？所以我非常支持他们2个参选。好，那如果说你要按照比较酸的角度他也不止如此啊。他看起来现在是台面上所有人条件最好的啊。第一个，他已经搞定了北京嘛，因为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他说他去郑习会就搞定了北京，接下来还要进华府，还可以搞定华府，那还有人去提名他得诺贝尔和平奖。哇，以上3个条件。我觉得放眼党内无人能出其右啊，然后再来而且他如果说这个他要投入2028选战的话，蓝白黄国昌不用讲，这个小白八马上就可以跟着他，又有白八席可以用，然后又不会有蓝白，不用再找马英九做见证人这件事情，马上蓝白就可以合，然后马上文昌帝君主就出来了。这不是我是说，如果要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他不是很强到爆掉，搞定北京，搞定华府，诺贝尔和平奖。谁能出其右，对不对？我也觉得说前几天他这几天的话真是让人家惊呆了。他怎么会去讲说他如果没有郑习慧，他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阳春党主席呢？你把他拜托你现在国民党在这个在野党，你是最大在野党，你在国会是过多数的现在是你想过什么法案你就过什么法案而且全台15县市是你在执政现在是等于说你是在台湾是呼风唤雨的最大党的党主席你怎么会说如果没有郑习慧我就无足轻重？我觉得对任何的国民党党员听到这个话，我不知道情节怎样，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光是这个基础，我就觉得是惊呆了。你就算没有郑习慧，你拥有国会过半数，然后呢，你又有15个执政县市，你怎么会是无足轻重？所以而且你基本上他还讲到说他来美国是要去传达怎么习近平啦毫无保留的什么诚意跟善意。我想说奇怪，你是党主席，你应该是来跟美国说明你未来要带领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的路线。那你怎么会想要说你去变成沦为习近平的一个传声筒，变成好像就是要传达习近平的一个诚意跟善意？那你国民党的这个路线到底在哪里呢？我是个人觉得说，针对他这几天的话啦不可否认他跟黄国昌一样，都是那种流量吸金王，什么话都可以成为标题。那你更不用讲，他还有私人飞机。这次我记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国民党的那个，因为李乾龙的话也是这样讲嘛，就说哇，访美是超奢华的规格。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看，我不知道暐瀚有没有看过。你有记得任何的党主席去美国访问有坐到私人飞机的吗？应该都没有。对，应该是没有嘛。这是史上第一招所以可以拿出来讲啊。但是问题是那是谁的飞机？他说是华侨，对，谁？那位华侨是谁？8人座的一个新飞机。暐瀚，你是在质疑那个谁的意思是？你要看是台侨，对，我这里就是台侨、华侨、中侨。你们在质疑的就是到底是什么侨？然后会不会是秦鹏珍帮他瞧？对啊，那还有说他这一次 battle 从45桌，而且他那个一桌不便宜然后他还有什么？各位不是45到60，是还有人在那边站着，希望能够进来，好不好？意思是不止60，是场地问题。所以到底这个又是台侨还是中侨？还是又是秦鹏珍侨？这个我们不晓得啦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哇，他这一次看起来，看起来他目前为止他是意气风发，但是他所讲的话，你传到国内来，我觉得就是说，并不是大家，就是并不是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一块。如果要刚刚讲这一段的话，或者你们听起来，郑丽文包括到出访，从出访前讲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到出访以后，刚刚讲到说，虽然无足轻重的阳春党主席，然后习近平的善意，然后所有这些，你们听在耳中是怎么样解读？
他就是延续的他去见习近平的调子嘛。好，就是反对台独、9·22共识、一个中国。好，他去中国见习近平，他就这样讲。然后呢，去到美国呢，跟这个不管是台侨或是中侨，哈，也都是这样子讲。那所以基本上他都是在一个中国的叙事里面这样讲，就是传达是一个中国嘛。好，那所以基本上曾丽文他基调是没有变的，哦，他就是传达就是说啊，反正呢就是台湾的现状呢啊，就是被民进党破坏了，哦，然后呢这个民进党要放弃台独党纲，哦，这个两岸就能够和平，哦，那个两岸关系呢。也只能相信习近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说习近平是最后这个对台湾最有善意的这个领导人。基本上两岸关系他相信习近平，这个两岸的叙事呢，他也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去讲的嘛。那所以说基本上曾丽文是没有变。那你说曾丽文他这个基调，会不会是说以后2028想选总统？我认为他有在营造说。他是2028可以被讨论的总统候选人，国民党内部总统候选人的人选之一。哦，因为就目前他在美国的这个受到侨胞，受到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的欢迎的程度来讲，我认为是超过了卢秀燕。超过卢秀燕。卢秀燕，他上次去美国好像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待遇啊，你好像没有看到说这个没有飞机是吧？没有私人飞机啊，没有这个见门礼哇，没有这个好像啪抖的这种感觉，所以曾丽文所营造出来就是说，他其实基本上他是有机会成为2028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讨论人选之一嘛，而且我认为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哦。然后，所以他现在在美国的访问的一举一动，我想最关心的也不是民进党哦，应该是国民党的卢秀燕哦，甚至是韩国瑜哦，可能蒋万安也很关心哦。但是这一趟去了美国回来之后，那会不会他在国民党的内部？声望又在提高了，好，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想要选2028的这些人会比较关心的嘛，哈，那至少我认为在年底选举之前，他曾丽文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声望，我认为是高过目前想要选总统的这些人啊。那当然年底的选完之后，到底那个县市长选举结果怎么样，当然会牵动到他这个能不能继续再选2028嘛。但是我看他这个接受这个在电视上，我们刚好看到那个电视上他所讲的那些内容，的确是没有讲到说，什么他接下来就是要选这个2028。那这个文传会也马上就否认说，他只是在讲这个希望重返执政，这个完成政党轮替，在讲这段话啊。但是也不是文传会出来讲说，没有曾丽文没有说他要选这个2028的总统，也没有啊，没有去讲到这一段嘛。所以他是营造是说。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个2028的这一段啊，但是呢，他努力把自己营造成说，我可能就是最强的。如果2028他们要国民党党内要初选，他如果那时候民调是最高，那你也只能提他啊。可是关城刚刚讲这样，芊姐，现在就去讨论国民党里面2028，对国民党真的是好吗？因为媒体上有一位不具名的蓝委，他说，目前大家关心的是年底县市长。郑丽文在侨界提前引爆2028大选话题，不见得是明智之举，徒增党内的纷扰跟解读。会不会刚才来宾有人就在讲卢秀燕去规格是怎么样？那因为接下来韩国瑜院长因为也有受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大家要看有没有飞机，有没有爆桌，有没有就天天要比这些吗？其实海外一直有一些铁粉深蓝的人，任何。国民党的主席或者市长或者重要人物去，他们都非常的热情。你想想看，马英九以前当市长的时候去，哇，那个小马哥光是我早上去跑步都有人跟着他跑步所以不管是马英九呀、蒋万安呐，甚至我还跟这个郝龙斌去过美国，都一样的非常受欢迎那历任的主席去也很受欢迎。那他这次讲这个2028我觉得他是一时太嗨了讲了，其实他是有跳跃式的，因为本来今年年底就要管2028嘛，我们11月28号选完举，所有人12月25号都就职了，那你到了年底。这些所有的9合1大选选完了，通通就职了，那你不弄2028的总统，你要弄什么？而且2028其实不是2年了，它只剩下1年，就是1年1个月，1月份选嘛，1月投票就是1年1个月，所以今年年底7、8月人选就要出来了，当然。所以今年年底9合1大选完了，
他不去忙2028的总统大选，那要忙什么？各党都会忙碌起来，当然，所以他的讲法一点错都没有哈，只是他少了一句说，我回去哈就要把这个2026的这个9合1大选风风火火的好好的去带动大家哈，做一些辅选。我们2026大胜之后，我们2028也就立刻的哈启动我们的辅选机制哈，让我们2028赢回政权，这样大家就挑不出他的毛病来了嘛。OK， 不过现在看起来一路如果往下走的话，来我看。第一个，那你只要考虑到，如果这样讲，他刚才有讲一个前提哦，2026胜选，然后接下来到2028，所以今年年底，不管对各阵营来讲，年底这场选战输赢一定都会影响到2028。当然，第一个好，赖总统现在的民调状况，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生活蒋万安，国民党这几个被大家讨论的这些人，如果真的是郑丽文主席，现在看起来，为什么老是有人会讨论说，郑丽文主席，你2026？地方县市首长会喜欢你去跟他们站在一起站台吗？你对他是加分还是减分？如果这个言论一直下去的话，他甚或媒体不是还有人讨论说，2028国民党有人说，如果要是郑丽文的话，那2028等于要拱手让人，会到这种地步吗？偶像明星最怕就是，常常有一些这个又怎么样拍到跟谁又跟谁的照片，但是又很怕说这都没有人拍，对不对？所以呢，既不要现在就讲说我要选2028，那一口气就得罪卢瑜蒋三人组，但是呢，又怕大家都不把我当成是2028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世界日报》这个记者李怡，他现在目前就背锅了，对不对？我在现场听他这样讲，我写了个标题，怎么了吗？还要被发新闻稿澄清？观众朋友，来，我现在就是导播拍这个画面，我现在马上补一句，以后你就完整理解我想表达什么。如果卢秀燕之前不是也访美吗？他还讲说我们2028一定要胜的时候，记者会不会也在想卢秀燕在做一些 announcement？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要大家误会，国民党的文传会刚发的新闻稿在这里。它里面讲这个过程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讲稿内容以后，并不是个人的参选宣言。好，很理解，我们跟来宾听到应该都是这个意思，没错。但我要问一句，那是个人不参选宣言吗？当然不是啊。这里我讲说我不选2028吗？过去有一个人是党主席说我是总教练。我不是球员，大家还怀疑说，对不对？就您中了出来吧，你会不会是东哥黄宗义，对不对？何况他连这都没讲。所以请问郑丽文主席，他到那个地方就跟大家讲，我们现在选2026之后选2028，那不是跟非洲每1分钟有60秒经过是一样的意思吗？对啊。那当然之后就是选2028，可是你今天去那里以后，你这样子的排场，然后你这样的慷慨激昂。你告诉大家，只有胜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之后我见了习近平，然后我们要重回执政，那不是你来选，难道是其他跟习近平不熟的？你觉得他是刻意讲这个模糊的两面话？我的解读非常主观，但我认为郑丽文并不想要在这个时候就成为卢瑜蒋3个很可能参选总统人的敌人，免得到时候大家讲说，我们都跟你都已经要这样选了，尤其是我认为啦，再次第二次讲主观认为，我认为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最紧张、最错愕的应该是卢秀燕阵营。哇，我一个党主席没选，现在已经变成是都没我的事了，对不对？但是他马上补了一个说不是个人参选宣言，那我就讲卢秀燕。卢秀燕在2023年的时候，我的网络节目，我直接到台中去访问她，我今天还把她的影片剪出来，我直接问她你要不要选2024，因为2023年了嘛，对不对？她说我不选2024。当副手呢？不会，2句话就结束了。从那一天以后，再没有人跑去问卢秀燕。讨论卢秀燕2024是谁？侯友宜嘛。所以今天郑主席如果他真的完全不可能，我就是党主席，我是要带领国民党打赢2028，新闻稿不是这样发啊。他现场讲话也不会被误解。我身为党主席会带领大家打赢2026，然后我身为党主席会带领国民党重回2028，让国民党里面很好的同志，但不是我。这样讲大家也不会误会了，对不对？第三，现在目前郑丽文他在美国的演讲内容。其实确实是比过往的每一任国民党党主席，在有关于中国大陆的论述是最多的。比如说他讲说，我上这个中国大陆网络的那个热搜啊，这个国台办跟那个陆媒的记者看到我都讲到都流眼泪了。这个变成是他在现场觉得很受到鼓舞，而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国民党应该要跟侨胞讲什么？讲国民党现在台湾立法院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政绩？我们要即将。他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他让中国大陆的这些网友、国台办跟记者非常感动。他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他让中国大陆的这些网友、国台办跟记者非常感动。
所以论述方式确实不一样。第二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8人的小飞机，我哥，你记得出发的时候有国民党开记者会宣布这个访问团是几个人吗？14个人，对啊，所以有6个人要被给我泡好，所以我也觉得很怪，就人家提不提供是一回事，大一点，对，所以一般就是说，如果不行的话，也可能会选择就是好，就是说那既然没有办法，那我们还是一起约，因为原本一定有订飞机嘛，对不对 ？OK， 好，这些都是后话，我只是跟大家讲，现在目前如那个郑丽文的这个情况因为他并没有说他一定要选2028，但他也并没有说他不选的时候，我进到第2个 level 来跟大家这个讲一下我的看法。其实我认为以此刻来讲，他要成为2028国民党中的候选人，我几乎难以想象。为什么？你再怎么讲，你民调必须是最高吧？当然，对不对？过往你看像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侯友宜都是嘛。是。那现在郑丽文的民调有比我刚刚所讲的卢瑜讲3人组高吗？卢秀燕、蒋万安、黄国瑜吗？第二个，他的行政资历有高过这3个人吗？我们这就事论事讲，我并没有要diss郑主席郑丽文主席选过台中市的立委，他的对手刚好就是何欣纯。OK， 好，有没有赢？没有赢，所以他区域立委并没有赢，他当的是不分区哦。那我刚刚讲的蒋万安、卢秀燕跟韩国瑜都当过直辖市市长，韩国瑜现在还是立法院的院长，马上 AITO 邀请他去美国访问，对不对？所以以行政资历来讲，郑丽文其实是输于这3个人。以过去在郑丽文去年10月18号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前的话，这3个人也都排序在郑丽文之前，因为不会想到是郑丽文，想应该是卢秀燕。可是当他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当他到海外去跟所谓的华侨，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侨胞，那么热烈的期待他之后，如果到后来国民党的支持者，我必须要讲是国民党的支持者，非常热烈的期待，觉得郑丽文是唯一可以让两岸不打仗又能够胜选总统的人，他的民调会往上爬。就蓝营支持者会期待他。我就举2个例子就好了。第一个叫马英九，2005年他选党主席还是台北市长，但因为国民党历经了2次选举失败，2000年的这个扁连宋跟2004的国亲和连宋配还没赢，对不对？所以国民党支持者那时候，秦姐一定还记得，眼巴巴的怎么办？一定就是只有剩马英九啦。所以当马英九讲说，我当党主席8月、11月要选县市长，只要没过半我就下台。哇，国民党的支持者gamma戏不能让马英九下来啊，怎么办？全台都全部跑出来投票。所以当年周锡伟就赢了罗文嘉，那是所谓对他有期待，只有他能赢。第2个人是谁？韩国瑜。韩国瑜2018年选了高雄之后，那时候我就每天都有每个礼拜都有来嘛他选上了高雄之后，国民党是想说高雄都能赢的，总统怎么会不赢？就是他了。所以呢，就排除所有障碍，要让韩国瑜选2020。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两岸关系排在前面，而且网络上的很多网友都喜欢郑丽文胜于其他的这个郑丽文的时候，如果郑丽文真的可以成为蓝营选民心中唯一一个能赢2028的人，他的民调会继续往上爬。现在该紧张的应该是卢秀燕。OK， 不过现在看起来，杨敏有一个前提啊，那他刚自己都讲，2026年底胜选以后，接下来大家讨论2028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那国民党接下来就行动中常会，这里面有一个党务人士说了这一句话，党务人士说，那从台湾头到台中应该都没有问题，那就是说从彰化以南应该都很有问题。那我不知道他这样讲的他没有这样说啦。这台湾头到台中，那应该说台中以后就台湾头赢到台湾尾。这样吧，对吧？不是，他讲说那个去年底县市长选情，他讲说台湾头到台中应该都没有问题，其他县市那讲说好，那第一个郑丽文要把年底这仗打赢吧。他打赢这个过程，刚刚大家就讲说，如果有什么样的闪失，对他的党主席，他要看2028，一定要先看2026嘛。那你觉得2026这一仗对他来说是好是坏，或是在这过程当中，即便小玉刚刚一直在那边讲新北啦、彰化啦这些，就算有闪失，郑丽文会下吗？这对2028的人选一定都会有影响啊。现在看起来，除了刚才暐瀚讲说，你看他所有这些资历或各方面来比拟，可是你除了这些，郑丽文现在确实是很多国民党的人，你要论掌声或论声量，他确实很高啊。对，郑丽文主席他那个场合讲的，我觉得听不出来他有宣布选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啦。但是呢，他对年底的选战很有信心，他是展现出我们要胜选之后就要来准备我们要重返执政那种感觉。郑丽文主席，我觉得他今天国民党中央的回应很好。我说那个请媒体要更正。因为就要强调，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乱解读啊，你乱解读这个国民党内部会很麻烦啊。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态度讲清楚是对的啦。只是说，就以我知道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就是期待郑丽文代表国民党参选。
有，但是就如同2018年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就有一群人就是韩国瑜啦。这个我觉得国民党里面都有一群人就是很期待那个叫做快政治，就是你看这个郑丽文一定能够带领我们他们没有再去看什么地盘啦、能量啦、民调啦，没有，他就说我相信你。姚明这个可以不看吗？因为刚才讲韩国瑜那个跟现在的状况真的不一样，国民党能把高雄拿下来，说实话，对国民党来讲，那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对吗？所以2026你说推他正常，那对我当然知道国民党有很大一群人就是觉得，要不然他不会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拿到过半嘛，对不对？郑丽文，可是选举不是国民党投票啊，对，那2028是全中华民国2350万那有选举权资格的人投票啊，对，所以那你总是要评估这些吧？没错，所以我说。挺郑的那一派，他觉得郑丽文有能力，他就会全力的相信他。他不是看他有没有能量去选，而是说我相信他选就会赢。OK， 这叫相信，这叫相信的力量。是，可是呢，像我们在做政治评论，我们一定会说，就像刚刚讲的，你最近一次在地方选举叫2012年的立委选举，而且呢，你只拿了9万2000多票，你这个输这个何欣纯大概9000票左右，就是说这个我们会告诉你说你的实力。没有经过验证，你已经10几年没有经过民意的，你只有党意的验证。你在国民党的主席选举里面拿到过半的选票，表示你在国民党里面你的声量很高。但问题是你不可能靠那国民党的党员来赢得2028的胜选。所以接下来郑丽文主席他有一个很关键，要证明自己有这个能量，当然就是2026的胜选。可是2026的胜选又不代表他跟韩国瑜很不一样，韩国瑜是自己打下江山。表示我有能力在高雄这个绿到出汁的地方，那时候绿营已经执政那么久的时间，我把它由绿转蓝。可是对郑丽文主席他就会有一个压力，第一个，你要是用党主席身份赢，要把它定义为赢，第一个你要保住现况，就是现有的执政地方执政优势不能掉，或者你最多只能掉1、2个，而且你要赢回绿营执政的县市。那现在国民党内部至少但比较有信心，绿营执政的县市就大概是澎湖吧，大概是澎湖，因为澎湖现在是一个乱局。对，那金门是因为它现在是无党籍啦，但是基本上就是有党嘛，所以我说对，所以它不能拿来算。可是呢，嘉义县这个台南市屏东就是说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高雄、台南、嘉义这4个。你说哪一个地方有机会呢？我认为高雄有一搏的机会，但是今天有一个民调是伯仲之间，对，就是 T 台有一个民调，他就是讲说，这个柯志恩已经只差不到1%了对。不过因为去年底同一个民调公司，柯志恩就只差2%，对，就他这个民调跟很稳定的柯志恩跟赖瑞隆一直都在误差范围内，可是其他民调没有这个现象，是其他的民调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对。国民党来讲，高雄我觉得不是没有一搏的机会，但是郑丽文主席要靠高雄赢，你才能取得2028的那个叫做正当性。可是问题来了，那如果今天高雄输呢？更何况现在好像新北还没拉开。对啊。其实那个党务主管我看到那一段他说从台湾头一路到台中，没有啊，你他新北跟宜兰都算在他们的。新北危险，我必须说没有那么好选。然后这个宜兰也确实有压力。到目前的民调，客观的说，到目前的民调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就至少国民党没有叫稳定啦，没有叫稳赢。对啊，你说像台北啦、桃园啦，我们通通都不会有任何的质疑，再进台中都不会有质疑。可是我觉得目前新北对郑丽文主席来讲，绝对是重中之重。因为你一旦丢了新北，我们昆城在这边嘛，新北一旦丢，你不要想2028了啦，你2026不被逼宫才怪。11月28，你要先想1128那天晚上，你就要递辞呈，告诉大家我要走人了。新北守不住，国民党主席就不用干了，你也不会有2028了。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现在讲这个所谓的行动中当然就是说国民党很有信心，郑丽文主席是可以到各县市当领头羊，带着候选人往前冲，这是国民党中央的规划。那到时候大家也就会去盘算，去看你说你在地方你有没有像你在美国乔宴上面那种能量。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来半年内，距离选战只有半年的时间，你要赶快去让地方能够感受到你郑丽文是加分题。OK， 我刚刚就直接讲到，尤其新北这一战谁拿下来？因为现在是国民党执政嘛，国民党已经新北执政了20年了。
如果新北有闪失，那一定是大输，请解释吧。如果新北有闪失。所以这整一个这一仗好，如果要讲的话，现在目前看起来很多民调，大概川博你说有的伯仲，有的大概领先个4%左右，类似这样。但小玉，如果真的讲的话，因为最近绿营一直不断的在打川博的就房子，买那个房子贷款，所有那些，你知道选战每次只要一打到房子啊，对，或是钱啊、财务哦，有时候那就有很多人会很头痛。买那个房子贷款，所有那些，你知道选战每次只要一打到房子啊，对，或是钱啊、财务哦，有时候那就有很多人会很头痛。那现在呢？现在对川博来说，这会是他头痛的一仗吗？你刚刚讲到民调哈，我前几天跟这个绿营的朋友在聊天啊，我这边讲一件，就是绿营自己内参民调了哈，就说我上次有爆一个料嘛，就是说这个苏巧慧是赢2%，好，那确实是在蓝白河，后来就是蓝白河的那一场记者会之后，川博有翻过来，他就是赢了4%，那最近在做这个民调，然后苏巧慧又在超前，又在赢2%，所以对，所以就是现在的态势是赢2%，输4%，然后再扳回2%，反正就是跟个麻花一样。对，这是我这几天听到最新的消息啊。好，那回过头来，你刚刚讲到重点，房市很重要，真的，就说李四川，你不用去问到王如玄那一块，那个太早之前，可是你可以请教你一个是前老板，一个是你前同事，他们基本上都差点栽在房市问题上面。一个是侯友宜啊，侯友宜选新北，一直到他的那个总统大选啊，他的那个现在改名叫凯旋院嘛，之前叫大全馆嘛，对不对？一路从新北市，然后一直打到这个总统大选啊，他差点就栽在这上面，后来也是信托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前老板韩国瑜啊，对不对？韩国瑜他的那个云林的房舍有没有？云林的农舍拆一块，拆那个篮球场啊，拆一个篮球场，他拆很多，他整个都缩掉了，对啊，整个都拆掉。然后还有一路就是打到那个南港豪宅啊，南港豪宅有没有？这个都是一个话题啊。可是我要讲是说这件事情你没办法靠幕僚，我们从之前王如玄的那个李正浩，然后一路到你知道，我记得韩国瑜当时还有发言人是那个叶元之，就是不管你是多么的辩才无碍，这种就是你自己房子的事情，到底缴了多少贷款，你的头期款、自备款什么的，没有人可以搞得清楚啦，真的没有人可以搞清楚，因为就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那我认为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那个李四川他这几天的回应，我觉得并不 OK， 因为他一直打成是对手抹黑。但是你讲他直接讲说叫苏巧慧什么叫侧翼，控制侧翼，不要再继续讲这些东西。对，那然后嘞，你的问题你是没有讲清楚，因为我觉得最基础的，现在只有我们把问题就缩小到一个说，那你到底977万，你号称你付出去的自备款、头期款到底在哪里？因为财产申报，大家疑问就是这一块嘛，因为你的总价是4677万嘛，那扣掉你的贷款，那你自己说977万是你的头期款，好，不管你是分期付或者是什么先盖后收，不管什么都不管，那你就是付出去的977万，你的自备款、头期款到底在哪？就是没有啊，这跟抹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大家就是在问你这个问题嘛，那他就好几天，已经几天了，他就是答不出来啊。那如果说，你漂亮的话，你可以去找那个建商，那个建商到现在也还在啊，也是知名的建商啊。那你跟建商不是一定有订契约，或者是说你有汇款记录吧？你就像你的这个前老板们我记得后来侯友宜不是也当时好像要效仿柯文哲，反正也是贴了一大串的那个MG49，对啊，就是贴一大串的收据。其实你也没那么复杂，你只要把你的那个存折啊，或是把你汇款的记录947，或者建商，这个建商都是知名建商嘛，你们订的契约，你付的款项在哪里，拿出来不是就一目了然吗？不用去打什么侧翼抹黑。可是我就觉得说，李四川为什么大家讲你一开始以为你是一马平川，现在变成一个543啊？就是因为你从你弟弟的争议，然后一直到现在你房子的争议，你都讲不清楚。那你一直要去说这个什么侧翼啊，什么抹黑啊，要叫对手克制，那你。我觉得这种打法就很像那个蒋万他们英伟那种打法，就是我就是讲不出来，我就直接反问对手。那难道议员是你不赞成吗？怎么样？你就变成去反问对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我还是要提醒他啦，房市问题很重要，你的前老板、你的前同事都栽在房市问题上。OK， 坚姐，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讲会造成困扰。好，我先讲一下那个看板上来，就是那国民党的党务人士，对，会去谈选情的，在国民党里只有2个人。会谈、敢谈，然后呢，谈的
这些东西记者会写。第一个叫李乾龙，第二个叫李泽华。一个秘书长，一个主发会。对，我们想的都一样。因为李乾龙是党的这个副主席加秘书长嘛，他本来就是而且地方瞧的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他嘛。从江启臣当党主席的时候，就是他在瞧的嘛哈。那李泽华是主发会主委嘛哈，那也就是他去瞧的。甚至现在李泽华的这个打前锋哦，比那个李乾龙还要次数还要多，都是他先去瞧，瞧完了以后，这个李乾龙再来打电话或者拍板定案。OK， 所以我觉得现在评估说，哎，从新北到台中都没有问题，应该是这2个人以目前的选情来看，啊，这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说台北应该不是问题啦，不然我要输100万的啦哈。这样个，经理，我先插一句话，那个100万的这件事情，您是刻意要这样，还是失言？是刻意的，你是刻意的，我是真的，你真的就是你觉得这个对蒋万安也是有帮助的。我真的在好多的场合跟不同的民进党的议员呐，跟一些人在讲了，没有人要跟我打赌了哈。然后后来我就在讲这个事情，当时我斟酌了很久，说要不要讲这个100万这个梗啦哈，讲了很久，后来决定要讲。因为如果我不讲，谁会注意到我那天的质询嘛？哇，现在 OK， 结果再讲个笑话哈，后来有一个民进党的议员说：“阿朱姐，你怎么不跟我赌啊？哎，你跟我赌，我跟你对赌啊！”我说：“我跟你赌是害你啊，你会输掉100万啊。”他说：“没关系啊，你这个已经赚了好几千万了。”他可以上百遍啊！哇，选战都已经打到这个样子。OK， 这是题外话了哈。所以我觉得说台北不会是问题哈，张善政也不会是问题，江启臣也不会是问题，6都我们就是这3都是稳稳的。那新北更重要，当然，因为新北哈，400多万人，而且它有一个传承的意义嘛。我们侯友宜选过总统的人哦，还有之前那个执政了那么多年，好，现在如果在这一场战役当中被也是民进党的明日之星苏巧慧，他爸爸又苏贞昌，这样一号人物打下来的话，我想他不是输掉一个新北市，他的政治意义的象征其实是非常大的。OK， 好，那这个川博如果输掉的话，有2个人也会受伤嘛。第一个就是蒋万安嘛，蒋万安一定受伤，而且将来苏巧慧跟你蒋万安一个新北一个台北，那你的施政也会被卡住。第二个就是李乾龙嘛，李乾龙你就是新北市的人，然后你又是这个秘书长，又是这个党主席，如果输掉新北市的话，李乾龙非辞职不可。输掉新北市，郑丽文不用辞吗？我觉得郑丽文我不知道哈，因为要看党主席的意愿。但是如果真的是输掉新北市，李乾龙还做得下去吗？一定做不下去，当然。好，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至于说这个川博目前的这个选情哈，比较这个好像有一点坎坷哈，我是觉得说任何一个第一次打选战人接受检验都很辛苦。你看张善政那时候打桃园市长，不是他以前做的那个什么研究计划领了几百万，都被人家讲了个半天。对不对？蒋万安也是一样，侯友宜也是一样，江启臣也是一样，但是他们都因为身经百战，都被检验过了，所以就不是问题了哈。那李四川他是第一次参选战，第一次被检验哈。刚刚小玉说房子，其实他房子不是他只要问头期款那个什么900多万了，他就一直要问这件事情。其实房子不是一个房子的问题，它是代表很多的选民检验这个候选人，你廉洁不廉洁哈，你的这个财产来源哈干净不干净哈，然后呢，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跟这个财团走得太近？我觉得他们检验的是这些。那川博从来没有碰过这样子的选战，他的幕僚可能原来的营造方式就是川博不打口水战，川博是拿锄头扛着一个大尺做事情的人。对于这些一来一回的这样的这个抹黑战呢，他不会去跟你一句一句的去对他可能就是用他的方式在打。但是显然别人不会放过，当然这些事情将来会越来的越变成一个集中的点，就真的去打你。这些事情将来会越来的越变成一个集中的点，就真的去打你。就是侯友宜什么都不打，就打那个文化大学宿舍，打了半年，就好像这个新北市选战就只剩下那一栋宿舍，那栋宿舍还在台北市哈。那所以我觉得川博的团队一定要针对这些部分，好好的
把这些资料找出来捋清楚哈，你也不必现在哈，就是人家讲一句你讲一句，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时机点，把这些事情全部讲清楚。而且我是觉得他不必现在讲，因为你现在讲这个，人家又丢一个，你再讲那个，他又丢一个，多丢几个，我一次解决，好，一次公开，哈，一次把它说清楚讲明白。OK，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台北市这一站，因为从川博刚才讲到房子，包括投期款这些问题，不要是。台北这一仗，那虽然大家都觉得蒋万安对他的民调啦或市政满意度啊都高，但是沈伯洋总是你说出来以后，很多包括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增温，而且现在看起来，打川博的房子的时候，绿营现在把蒋万安的包括财产申报不是，然后包括这2年的财产，然后负债还了多少，全部都拿出来讨论。同时那更不要讲那个英伟，就是这几天天天在讨论蒋万安跟英伟啦所有这些事情，这样的打法。那能够奏效吗？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原本在5月中之前提名沈伯洋之前，我们大家因为民调比较接近关系，所以大家都认为，今年选战的主 key 会放在哪里？很多人说新北啊，因为很近嘛，咬得很近。可是我们刚才讨论什么啊？川博回一个房子的问题，感觉就是就是人家虽然没有真的打到痛点，可是你也回的，就是有点让自己人都觉得说啊，你可不可以再衰鬼一点，把它处理得漂亮？你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因为房子阵亡，你就那一间的话呢，就有什么难的嘛哈？好，所以如果一件这种简单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外人来说也许很简单，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所以。李四川适合作为国民党的主要的支撑吗？我想国民党人自己也会怀疑啊，他会不会撑不起整个战场？民进党如果压在这边一直打的话，会不会被压垮？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5月中之后提名沈伯洋之后，国民党的几个炮手，至少徐巧芯吧，直接都灌在沈伯洋的头上，就要转移那个新北这一站的焦点。原则上就是哈，因为。理论上，我们选举选了这二十几年的经验是，领先到那么多，领先20%的话，依照公开民调，领先20%，我领先了，我根本不会领落后的人啊，我帮你打知名度干嘛？我就尽量你提任何，我说哇很棒哦，你的政见我会做，我就把这个事情带过，反正我连任嘛，知名度一定领先你。可是这一次打得很奇怪，蒋万安本人加上徐巧芯、王宏威，这个像螃蟹的2只钳子，一天到晚在夹沈伯洋。什么大大小小议题都打，从沈伯洋玩电玩氪金帮沈伯洋从10几万加到几十万或者是这个沈伯洋去谈一些市政议题啦什么的，他们都会立刻做快速反应，不止这个双钱下去，蒋万安本人也压上去。好，这个就真的是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打？大概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蒋万安希望变成自己是2026选举的主 key，就是你们要讨论选总统是不是也稍微考虑嘛。我们前面的2028没有也是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也不 care 你们来讨论我。对，他就是希望人家讨论他希望自己作为一个选战的主 key 的焦点。如果他打沈伯洋打得非常漂亮的话，他会变成全台的母鸡哦。然而还是回归像川博一样问题，你本人的体质撑不撑得起来？你要当母鸡，你要有母鸡的本事。像蒋万安这一波波打下来，光是一个英伟达就英伟来回答的问题，就处理的不是很好。他叫人家都已经说你蒋万安就是英伟达，现在今天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蒋万安就是那个变毛利小五郎，就是那个柯南的那个柯南发那个噗，然后的用那个领结开始操纵毛利小五郎讲话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淡化英伟，可是他现在所有出来回应攻击的都是凸显英伟，然后英伟出来讲，他这个印象甚至浓厚到什么程度？像我有时候我会一边工作，我一边听新闻节目，那会有这个市府回应。OK， 英伟刚开始回答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是蒋万安在回答，我后来转念，原来是英伟在讲话，两个人可以像到这种程度，你不是更加强化了？你好像背后是有引武者的这种中之人背后的内线这样子，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显然北市府的团队，还有新北市府的或者是李四川用来选举的团队，似乎都撑不起全国的格局，都还是只是在他们市政格局就已经处理的不是非常理想，所以我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重新整理脚步，就是有必要打沈伯洋打成这样吗？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坤强2分钟，请问一下，这整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讲，现在主轴是拉在新北吗？拉在新北这一块吗？那台北这个地方怎么？双北都很重要嘛。好，就是说李四川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没有回答清楚。如果李四川他回答问题回答很清楚977或
我当初怎么汇给建商的，我把那些汇款的资料全部拿出来。那不是就没得讨论了嘛？啊，就真的啊，你就是有汇款嘛，而且你真的是买预售屋啊，不像别人就是买成屋啊，把这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嘛。是李四川一直让房市这个议题一直在延烧。如果他一次讲清楚了，我们还能够继续再追问吗？没有，都停了嘛。所以问题在于李四川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楚哦，我觉得那是李四川的问题。那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侧意去抹黑啊，因为的确你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嘛。问题在李四川身上。那沈伯洋，我认为说，的确，就是我也观察到说，奇怪了，为什么蒋万安或者是说像徐小青他们要一直在打沈伯洋？若沈伯洋他的民调落后给蒋万安这么多的话，那其实蒋万安其实可以不用理他。那所以我是认为说，其实沈伯洋的表现应该是比国民党他们预期都还要好哇。当时有吓到他们，我觉得有哇。当时那个徐小青还认为说，沈伯洋出来哇，这个会有外溢效果，民进党其他的县市都危险了。没有哦，我觉得是蒋万安要小心，就是说蒋万安他可能认为说，我一定赢这个沈伯洋赢很多，我接下来要去全国去辅选，就他发现说没有啊，因为现在大家会比较说你这个沈伯洋的回答跟蒋万安的回答，这个两个人的层次有差别哦。那所以大家就会在比较说沈伯洋跟蒋万安，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未来还是会在台北啦，因为毕竟台北第一个它是首都，第二个蒋万安是未来有可能2028的人选，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会以这个台北的选战为主啦。那沈伯洋目前的表现，我们认为比预期的都要好很多，而且我认为他会让这个蒋万安跑不出台北市。OK， 杨明跟我和两位都曾经分析台北市的时候提过一些数字。杨明，你是会直接讲一句话，你觉得绿营要把蒋万安打成连胜稳，2014年那一仗的连胜稳？那这要怎么把它打成连胜？应该说最近包括刚刚讲的什么英伟达啦，那个人设要对，就是说要把它弄成说包括他去找4年前他要第一次选的时候，那王伟忠这个大哥访问蒋万安，说他好像反应这个不是很好，然后再去讲2023年这个质询问施寿山，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其实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我们一般在选战里面讲的叫做人设的毁坏。对，就是可是我说如果今天是蒋万安，比如说一直发生从2023不知道施寿山到2024，那张文杰再问一次，你还是不知道，2025你又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你对蒋万安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可是2023年问，现在已经2026了，蒋万安你知道吗？广慈博爱院在那个就是虎山那边，登山口那个捷运都要通了。对蒋万安来讲，我跟你讲最好的就是我告诉你，到时候我就带你搭捷运。去登虎山，你知道这个直接就破功，就是他可以用市政去讲话，所以这个在选战里面攻防，我大概能理解说绿营要用这个方式把蒋万安描述成一个就是一个傀儡一个无能这样的一个角色。无能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问题是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很高啊，他的施政满意度是，如果今天是这种比如说施政满意度很低的首长打这个方法，我觉得也许有用，可是对蒋万安，我觉得可能绿营的同温层会觉得有效而已。不过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刚好在内湖，有一天我吃中餐的时候，隔壁桌他们就是一对老夫妻在聊。他说那个老先生就说沈伯洋口才真好，学历又好，顶熬啦，反正就是在称赞沈伯洋啊。那个老妈妈就说也打不赢蒋万安呐。然后他说不用赢呐，他说光是让蒋万安输一点差距拉小蒋万安就仅更小啊。你看人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论述嘛，所以我说对绿营来讲，我如何让蒋万安不要变成天花板，离天花板越远，而且就是他不要有外溢效应让你蒋万安出去，你碰到，尤其是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现在蒋万安吃得到绿营的票就是他吃得到绿营，对，就是因为沈伯洋被人家吃了，有10%的绿营支持者要投蒋万安。可是我们看民调的话，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承接阿中那时候的选票，还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今天绿营都还在固本，他需要用这个方法把蒋万安的绿票先拉回来。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在选战策略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说让蒋万安变成连胜文，这是这个叫策略的攻击。OK， 但我想对于民进党来讲，因为台北市
本来打起选战对绿营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辛苦，在台北市，那1对1，那大概都没有讨到便宜过。那现在看起来，可是沈伯洋不只是要打他自己的台北啊，沈伯洋还有一堆小鸡啊，每一次那个县市首长都是要带着小鸡一起打。那这一仗可是一定要把它，不是？难道真的要讲说那个只要跟蒋万安差距少一点点，这样就搞啊？什么只能打到这样吗？我在看选举还有政治论的时候，我会拿2个东西来评断，一个叫存在感，一个叫预期值。那我先讲存在感，就是现在沈伯洋在台北市选战里面有没有存在感？我觉得有，因为大家会讨论他。那这个蓝营的评论员啊，或者是说这个议员会骂他。如果没有存在感，就没人理你的时候，就不会。对，我们现在也没看到陈亭妃跟谢龙介他们现在当然可能在台南讨论多了，全国媒体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就是在全国媒体上的话，沈伯洋存在感比那个高。那第2个预期值是什么？民进党是认为台北市要挑一个人出来，好分分钟就把蒋万安给灭了吗？他是找不到人呐。郑律就是说我有事啊，这个王世坚说不我没有要，我赢不了他，对不对？王世坚说他赢不了他啊。那事实上，过往这么多年，从1994年台北市长直接这样子开始选到现在，已经32年过去，现在2026了。民进党1对1赢过没有？没有，一次都没有。民进党1对1在台北市从未赢过，所以沈伯洋横空出世以后，所以我这个后话了，所以才会有一些人他认为怎么可能沈伯洋？郑律竟然都不会演沈伯洋，稳死的，而且会把台湾人都害死。结果呢，没想到真的就提了沈伯洋，才去请鸡排嘛，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都判断错误，不是说判断沈伯洋会赢错误。沈伯洋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觉得他会赢。可是沈伯洋的存在感明显比很多蓝营的朋友预期的更高。那代表什么？代表蓝营的朋友、蓝营的评论员、蓝营的政治人物错判沈伯洋。他们觉得这个来了以后，不但他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他还会害死他的旁边的同僚，可是并没有。第2个，刚刚5哥问的，这是我写的文章以后被挑战，但是我就把文章放在那边等0点来看嘛。我并不是说25席一定保证全上，我说渴望全垒打。什么叫渴望？就看起来有机会嘛。我怎么知道吉利吉捞他每次来都是全垒打？我希望他打全垒打。OK， 好 ，OK， 捞哥加油，快要复出了哈。第2个，我很务实的跟大家分析嘛。陈时中、姚文智过去这2次，这个阿朱姐都可以知道，他当议员最清楚了嘛。陈时中，我先讲姚文智。2018年姚文智等于是因为大家还在那边等了要投票，结果还没边投边开，对，就已经开始开票了。过去这2次，这个阿朱姐都可以知道，他当议员最清楚了嘛。陈时中，我先讲姚文智。2018年姚文智等于是因为大家还在那边等了要投票，结果还没边投边开，对，就已经开始开票了。后来他拿17%，观众朋友，17%那一次撒卡都，姚文智那一次只拿17%。那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选几席，大家知道吗？我现在讲答案哦，18席，很差，因为台北市议员有61席。2022年陈时中撒卡都，陈时中、蒋万安跟黄珊珊的时候，陈时中拿43万票。所有台北市民进党议员加起来42万票，5哥你知道拿几席吗？21席。可是那时候林亮君、苗博雅他们都不是，那林亮君现在加进来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其实这一次的民进党是22席的实力现任，然后他往上他只多了3席，中正万华、港湖跟大安文山，那大安文山、港湖那都是差2000票而已。那如果真的如我所讲，沈伯洋最后可以拿到40%。以台北市大概就是这样的选票的话，他可以拿到大概50多万票。上次拿42万、43万就有22席21席了哈。那现在多出了10万票，你说25席不可能。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讲结论，每一区的议员，你到大安、文山，你到哪里去的时候，所有民进党议员都是跟沈伯洋在一起开记者会、跟行程2个小时没跑掉。所以民进党市议员并不害怕沈伯洋，这就是国民党先前误判的。他们以为说这个人一定输，所以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没有，所以民进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国民党是要提31席以上，民进党只提了25席，它是一个保守提名状况之下的时候，议员跟沈伯洋并不会双头马车，这就是沈伯洋在目前台北市的存在感。但离要赢蒋万安，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来，今天最后30秒回应一下。第一个，民进党的议员当然不会怕沈伯洋，而且要去凑在那边，要凑他，因为沈伯洋来的时候媒体一大堆嘛，所以小鸡们要站在旁边露个脸嘛。好，第一个是借光，第二说你真的不去的话，人家说你不挺沈伯洋，记你大过一次。所以小鸡们其实比沈伯洋都强。民进党提名25席，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他们自己内乱嘛，比方说中山大同。
他们自己有一个陈怡君要选，还有一个被认为是共谍的那个他也要选嘛，所以他们民进党有6个人提名，4个有2个违纪参选，所以有6个人，所以他们那边会乱。另外呢，内湖南港有个吴欣岱跟你乱嘛，所以如果吴欣岱上，民进党一定会落一席。那还有一个大安文山，他提太多了，他没有那个实力，他现在才3席，他要提那么多席，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会有保底22席。那我再讲，就是民进党的小鸡比沈伯洋强，他们在小鸡论知名度、论述能力、论形象、论各方面，我觉得都不差。OK， 所以小鸡去蹭沈伯洋，是因为不去的话会被骂。另外就是有媒体拍，那是沈伯洋他扛不起这些小鸡，他自己都说我是个翅膀没长硬的母鸡嘛，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翅膀没长硬的母鸡。那所以我觉得沈伯洋在这一场呢，是硬被推上这个舞台的。那他自己会不会当选呢？我想我的100万是可以保住的。OK， 今年100万最后会是怎么样？那反正11月28号大家就知道了。OK，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选战从2026除了各自县市或是议员之外，它牵动到了2028，牵动到了国民党里面各席哪几位有可能因为2026跳到2028，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